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4剧联播，2025是古偶统治年，武侠权谋赛道竟被一人承包。作为诚意的粉丝，每次看到他的名字和作品在热搜榜上打架，心里总是忍不住咯噔一下，特别骄傲。这个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演员，靠10年磨一剑的拼劲，把每个角色都变成了观众心里的小太阳。到2025年，他的4部还没播的剧《富山海》虽然还没排上档期，但已在无数人的心里点燃了火苗，大家等得心痒痒的。《富山海》，少年侠气穿透屏幕的赤诚，瞅着诚意在绿幕前空中打转，像个旋转木马一样完成720度的打戏，我眼泪跟着就上来了，真是没救了。这位在莲花楼中把李香怡演得跟白月光似的，如今在富山海里一个人玩了3角戏，既有社畜肖明明的自嘲颓废，又有萧秋水挥剑风头十足，还能演李晨周那满头白发却带着血迹的破碎形象，简直像是在对全世界喊武侠没消亡，热血永远在啊！汴京的街头马儿跑得跟打雷似的，幻花剑派的竹子在风中摇摇摆摆，光是透过屏幕就能感受到他为角色带来的满满活力。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破碎感美学在封神。万箭穿心终不悔的预告片一出，我的眼泪便为那个红衣染血的王权富贵绝了滴。诚意把漫画里那个冷冰冰倨傲的公子哥演得有模有样，他紧紧搂着青铜石，手指都在抖，被家里训的时候眼神里满是苍凉，连握剑时那紧绷的手腕都在告诉大家，爱就是打破束缚的勇气啊！瞅着他为了演好角色拼了命瘦了10斤，心里又疼又自豪。他总是把最精彩的表演留给观众，把那些疼苦都悄悄藏在戏衣里。英雄志，用腰伤换来的家国史诗。听说他背着40斤重的盔甲拍打戏，把腰搞得老毛病又犯了，我的心里像被人用力捏了一下，感觉整个人都快瘪了。可诚意居然把卢云这个李香怡的强壮兄弟演得超有气势，真是没话说啊！从街头巷尾的小老百姓变成了护国大英雄，他让观众明白了，侠义不是天生的本事，而是普通人面对命运的压迫，依然能够昂首挺胸。那些在片场拼命努力打斗的镜头，岂不是他送给江湖的一封爱信吗？长安24季与老戏骨飙戏的底气，瞧瞧现在的谢怀安，真是朝堂里的灵活角色。谁能想得到当初那个连签个名字都抖得像筛子似的傅诗琪呀？诚意和刘奕君、王劲松站在一起演戏，眼神中透露出的那股锋利和算计，真是让人瞠目结舌。为了那句“我不想让仇人好过”的台词，他在零下10度的拍摄现场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呼吸，直到他的哈气都散发着愤怒的气息。他早就不是那种人气小鲜肉了，而是把演技当成武器，直接把那些陈规打得粉碎的超级高手。从横店的冷风里给粉丝送热乎乎的宝贝，到拍完戏请大家去吃烧烤的好同事，诚意总是用真心把温暖洒到每一个跟他擦肩而过的人身上。粉丝们常嘀咕，我们可不是在追着光跑的，而是一个个互相发光的小星辰呢。也许就是这份双向互追的情感，使得他甘愿在那个绿墙子前面使劲冒汗，把热情都搭进去当角色使。此刻这等候，早已不是焦灼的倒计时，而是静待花开的笃定，因为诚意的每个角色都值得用最盛大的掌声迎接。诚意多部剧集即将上线，2025荧屏由他统领。诚意的多部待播剧，近期有关诚意主演的《富山海》即将播出的消息频繁传出，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揭晓，但外界对该剧的期待已然升温。值得注意的是，诚意的待播剧不止于此。
他目前手握多部涉及古装、奇幻、权谋等不同题材的待播作品，这些丰富的选择预示着他将凭借出色的演技，不断挑战自我，突破界限。在2025年的影视界，程毅无疑是最值得瞩目的演员之一，其演艺生涯的广阔前景令人翘首以待。武侠剧《富山海》。在武侠剧领域，程毅的待播作品《富山海》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创新。这部被誉为首部穿书式武侠剧的作品，不仅在场景上还原了北宋汴京街市的繁华，更在武术指导方面对程毅的打戏完成度给予了高度评价。程毅在剧中一人分饰三角，既诠释了被现实困扰的社畜萧明明，又以独特的打工人思维解读了江湖的种种套路，为观众带来了现代元素与武侠世界的巧妙融合。同时，他饰演的少年剑客萧秋水，虽然武力值并不出众，但在系统任务的驱使下逆袭成长，充分展现了侠义精神的核心价值。宿命反派李晨舟，其白发染血、指尖事件的形象，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审美神经。目前《富山海》在双平台的预约量已突破500万，被业界誉为武侠剧的复兴之作。英雄志的期待。而另一部改编自孙晓同名小说的《英雄志》同样备受瞩目。程毅在剧中饰演的卢云，从一个市井小人物逐步成长为护国英雄，其命运轨迹甚至被原著粉丝赞誉为升级版的李香怡。该剧不仅展现了兄弟情谊的热血与燃点，更深入探讨了个体理想与时代洪流的交织与碰撞。央媒预定的播出平台更是为这部作品增添了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尽管在拍摄期间曾遭遇换角风波，但这并未能降低观众的期待值，反而更加凸显了 IP 与演员之间的高度契合。权谋剧《长安24计》。转战权谋悬疑领域，程毅同样展现出非凡魅力。在优酷斥资1.2亿打造的 S+ 项目《长安24计》中，他饰演的谢怀安历经书生谋士复仇者的巨大转变，其白发战损造型与我见不得任何一个仇人友善中的经典台词激起了广泛关注。在这部汇集众多老戏骨的盛唐博弈剧中，程毅与刘奕君、王劲松等戏骨同台竞技，朝堂权谋与江湖暗线相互交织，被赞誉为另一版琅琊榜。剧中巧妙融入的24计谋略与奇门遁甲元素，以及服化道中隐藏的非遗苏绣工艺，都让考剧党们大呼过瘾。其他待播剧与职业规划。在涉猎不同题材方面，程毅同样展现出卓越的表现力。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中，他饰演的王权富贵以白发造型完美呈现了漫画中的经典形象，与李一桐共同演绎了一段万箭穿心终不悔的跨种族深情恋曲。该剧融合了非遗技艺打造的王权剑，以及在敦煌雅丹实景拍摄的奇幻世界，再配上程毅所塑造的不倒的反派气质，使得该剧在播出前就已备受瞩目。爱奇艺平台的预约量已突破280万。此外，程毅在《莲花楼》中的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从病弱侠客到双面特工的身份转变，他通过细腻的握枪手势、呼吸节奏等设计，再现了沉浸式演技的魅力。预告片中雨夜追凶的场景更是让观众期待值飙升。程毅的待播剧清单展现了他明确的职业规划。他力求在题材上摆脱古偶剧的固有模式，通过武侠剧为起点，进一步探索权谋、奇幻和谍战等多元领域，以此塑造演员而非类型的市场形象。同时，他在制作方面也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性，与各大平台合作推出的均未定制剧占比高达100%。从富山海中的穿书创新，到长安24计所承载的历史厚重，程毅始终与顶尖制作团队紧密合作。在商业价值方面，他待播的剧集均预约定额达到100万级别，
这不仅推动了其代言从茶饮领域向帝舵表等高端品牌的飞跃，也充分印证了巨代人的商业逻辑。无论这些作品何时与观众见面，可以肯定的是，2025年的荧幕必将被成毅这位巨抛连锁统治。